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安24季预告炸场，诚意银发复仇，老戏骨组团玩权谋，优酷憋了个大招。长安24季预告片刚放出来，网友集体炸锅。诚意顶着一头贵到肉疼的银发演疯批复仇狂魔，刘奕君、王劲松、张涵予三个老狐狸组团搞朝堂狼人杀，一集反转504次，弹幕直接疯喊：这哪是电视剧，这是权谋界的速度与激情。诚意上一秒还温柔给女主递糖葫芦，下一秒眼神阴狠掐人脖子，更觉得是剧组烧钱烧到丧心病狂。真火烧街，暴雨验尸，复刻敦煌壁画当背景，观众边看边跪。优酷这是把古偶剧的棺材板给钉死了啊！诚意这回彻底黑化了。长安24季里他演的谢怀安，完全撕碎了过去仙侠剧里吐血三生的柔弱滤镜，顶着一头据说单次造型费过万的银白色长发，脸上挂着全长安欠我800万的冷笑。活脱脱从权谋小说里走出来的疯批男主，最绝的是他那句仇人必须死无全尸，说台词时嘴角抽搐，眼神带刀，直接把观众吓到发弹幕，建议查诚意精神状态，不像演的。刘奕君和王劲松这两位老戏骨反派专业户，这次在剧里狂飙800个心眼子。刘奕君演的皇帝萧武阳，表面笑眯眯给谢怀安封官，背地里派人跟踪他全家，被网友截图微表情做成表情包，领导让我加班时的假笑。王劲松捧着茶杯下棋都能阴人，上一秒还在夸对手年少有为，下一秒茶杯一摔，房梁上立刻跳下10个刀斧手。观众看到这里疯狂编剧，这俩老狐狸斗法能不能单独出个番外啊？张涵予演的虎臂大将军严凤山，堪称全剧莽夫智商天花板。别的反派还在玩栽赃陷害，他直接带兵把宰相府围了，吼出一句老子就是要裂土封王，把朝廷百官吓得集体腿软。网友笑疯，别人搞权谋靠脑子，张涵予靠嗓门。但别以为他是无脑武夫，有一场戏他故意让手下送假情报给谢怀安，自己躲在屏风后偷看对方反应，弹幕立刻刷屏，果然能活过3集的反派都不是省油的灯。这剧的权谋戏码狠到让观众头皮发麻。第1集就上演暴雨验尸名场面，谢怀安为了查清父亲死因，在大雨里解剖尸体，从胃里挖出半片带毒的槐叶，直接锁定真凶是御膳房总管。医学生看到这里当场起立鼓掌，古代法医知识这么硬核。更刺激的是火攻藏冰巷戏份，剧组真烧了一条坊堂街道，诚意在火海里和反派近身肉搏，火星子都快溅到镜头上了，观众边捂眼睛边喊：优酷这是把年度预算全烧光了吧？长安24季的服画到细节卷到离谱，诚意的银发不是纯白色，而是夹杂着灰黑发丝。造型师解释，谢怀安10年殚精竭虑，头发早该半白了。反派们的官服更是暗藏玄机，严凤山铠甲上刻着裂开的龙纹，宰相的腰带扣做成虎头吞剑造型，被显微镜观众扒出来调侃：这剧组人均历史系硕士吧？连群演的衣服都严格分3、6、9等，乞丐的补丁位置都按唐代出土文物还原。剧组的败家式拍摄让同行瑟瑟发抖。为了拍出盛唐气象，他们直接在影视城一复刻了敦煌壁画里的街市，光是彩绘墙面就花了3个月。一场朝堂辩论戏，200多个官员同时出镜，每个人的台词都带潜台词。网友二刷时发现，左边那个绿衣服官员翻白眼的镜头，居然是在嘲讽对面阵营。武术指导要求打戏拳到肉，诚意有一场被刺客围攻的戏，拍完发现手肘淤青，还嘚瑟发微博，
真打才够爽。观众现在最愁的是脑子跟不上剧情。谢淮安复仇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以为他在第3层，其实他在大气层。第5集他故意让反派偷走假布防图，结果对方掉进陷阱被团灭，谭木当场暴动。编剧是不是把《孙子兵法》倒着写的？现在追剧的已经分成2派，一派开着 0.5 倍速记笔记，一派躺平喊话，求优酷开通付费解说功能。目前最出圈的还是程毅的演技，他演温柔戏时睫毛颤动像小鹿，切换复仇模式后眼神锋利到能杀人。跟刘奕君演对手戏时，两人互相试探的微表情被做成对比图，一个眼尾下垂装无辜，一个瞳孔地震藏杀机。饭圈女孩已经疯了，这眼神谁顶得住？建议程毅用脸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优酷这次是真下血本了。长安24季首播当天服务器差点崩了，满屏弹幕都在玩梗，建议改名长安狼人杀之疯批的胜利。现在豆瓣开分 8.9， 短评区被全谋迷攻陷，近5年古装剧智商巅峰。老戏骨们飙戏比看动作片还刺激，连官媒都下场点赞，用现代视角激活历史正剧的新可能。古装权谋剧再出王炸，程毅白发战损引爆全网，这剧要捅破天花板。横店影视城的星巴克最近有点怪，角落里总坐着几个捧着《孙子兵法》的年轻人，嘴里还念叨着火攻藏兵象之类的怪话。服务员小王偷偷瞄了眼他们桌上的剧本，赫然写着长安24季5个烫金大字。这场景像极了10年前《琅琊榜》拍摄时的盛况，只不过这次主角手里的道具从玉佩换成了蒜绸。要说今年最让剧迷抓心挠肝的待播剧《长安24季》绝对能挤进前3甲。优酷刚放出程毅白发直散的杀青照，评论区瞬间被谢淮安娶我的弹幕淹没。这届观众嘴上喊着古装剧审美疲劳，身体却很诚实的把预约量顶破100万大关。要我说啊，这剧能未播先火，全靠3把妖刀劈开了市场尖兵。第一刀砍在演员阵容上，老戏骨飙戏堪比神仙打架。刘奕君和王劲松这对权谋专业户在聚首，让人梦回《琅琊榜》的朝堂对决。张涵予演反派就像陈年茅台遇上麻辣火锅，那股子狠劲隔着屏幕都能呛人嗓子。最绝的是倪大红，老爷子揣着保温杯往镜头前一站，活脱脱就是从敦煌壁画里走出来的世外高人。第2刀捅破了人设天花板，谢淮安这角色简直是为程毅量身定制的疯批美人。别的谋士玩权谋顶多算个高端玩家，这位狠人直接给自己叠满复仇 buff。银发造型配上战损装，抬眼时眼尾泛红似笑非笑，低头时青筋暴起杀意暗涌，这哪是谋士？分明是刚从地狱爬回来的玉面修罗。难怪有网友调侃，建议查查程毅，不像演的。第3刀劈出了制作新高度，剧组烧钱烧得让人肉疼。1.2亿投资砸下去，硬是在影视城建了条盛唐街市，连地砖纹路都照着敦煌壁画复原。听说拍火攻藏兵象那场戏时，现场真点了300个火把，烧的群演集体找导演讨要高温补贴。这种较真劲儿倒让我想起《长安12时辰》里那个价值6位数的水晶宫灯好剧，果然都是钱堆出来的。眼下最让人揪心的是剧情能否撑起这满屏的期待。从放出的物料看，编剧把36季玩出了新花样，每集对应一个计谋，反转密度堪比过山车。只是不知道观众受不受得了这种每10分钟死个脑细胞的观剧体验。我采访的影视公司策划老李倒是很乐观，现在年轻人就好这口烧脑的，你看开端能火不就是靠无限流？站在行业观察的角度，长安24季的爆红其实早有预兆。当仙侠剧还在搞3生3世的虐恋，
宫斗剧困在非平互撕的套路时，观众早就渴望看到真正带脑子的权谋剧了。这剧要是真能成，说不定能带起一波智性恋官剧热潮，毕竟谁不喜欢看高智商帅哥运筹帷幄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隔壁《藏海传》现在正播得如火如荼，肖战的藏海和成毅的谢怀安难免被拿来比较。要我说，这两部剧就像火锅和日料，虽然同属权谋类型，但一个重油重辣，一个讲究食材本味。观众的口味早就多元化了，何必非争个你死我活？